你说，我聪明一世，却解不开儿子们相争这道题。我懂这个理儿，可我就是解决不了。权高位重之家，少不了骨肉相残，兄弟相争。可我就是想避免呀。本来两兄弟相争已经是麻烦，可如今3个儿子都被卷进去，前世因果，今世轮回。没想到，当年我和6弟相争，如今却报应在我3个儿子身上。高公子这次过府，兰坡因有案子在身，不能亲自来。秦桑以茶代酒，谢过高公子。夫人不必客气，我爹也是奉大帅之命办案。3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夫人不必忧心，还请多保重身子。能不忧心吗？兰坡每每遭遇事端，我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也不会这样无助了。看在夫人这份情谊上，3公子也一定会没事的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老天有眼了。我跟兰坡错过了太多，可是想要补偿回来的时候，却遭遇了这样的事端。也不知道兰坡这次能不能像上2回一样躲过去。一定会的。芝山那么凶险，3公子都能逢凶化吉，这次也一定能行。高公子，你以为这次还像上2次那么简单吗？兰坡以前每每遇险，经历的都是事，可是这一次，他经历的是人，人心叵测。你放心吧，我爹一定会秉公而断的。高督军公正廉洁，要不然我父亲也不会请他过来的。可是，剩下2位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你不要担心，就算我父亲不在，还有大少爷呢。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？也不知道这案子审到哪儿了，你知道什么消息吗？听说潘副官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。2少爷起初怀疑潘副官，觉得潘副官不可能制服宋副官。2个人比试一番后，现在心服口服。所以，有了潘副官的证词，3少爷一定会没事的。二哥相信潘副官的话了？相信了。不过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大少爷听了整个案情之后，晕倒了。晕倒了？让我参与审案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可是我怎么才能参与进此案？参与此案的都是一些元老级的主席督军呢。可不可能？我来想办法。我就问你，你答不答应？你对我的要求，我什么时候没答应过？可是玉林，这次可能有一些危险。找我什么事？二嫂，兰坡和二哥还关在牢里，我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。父亲已经指派了高督军和张主席审理此案，这事儿用不着你我操心。若真是断个是非，论个输赢，我也就不用那么操心了。
可是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谁要是输的话，谁就有可能会死。什么？我亲耳听说的。二嫂，他们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，你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吗？你让我怎么帮你？兰坡赢了，云溪的性命怎么办？你让我做寡妇吗？我们可以找玉林，他在外洋学法律，现在是律师，我让他想个两全的方法。你想让他参与此案？他是你那边的人，我为什么要信？更何况，就算他再有经验，父亲也不会让他参与此案的。这一案的结果，不在于真相如何，你明白了吗？三儿，现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人。你回去吧。大哥，实话告诉你，这个忙我不帮。大哥，大哥是长兄，你就忍心看着他们2兄弟斗来斗去的吗？对，我就是想看看老二和老三到底斗出个什么结果。兰婆母亲走后，家里属大哥最疼他，可他现在接连遇害，大哥你就不管不顾吗？三妹，你不用多说了。如今这个局面，我是真想看看到最后是个什么结果。如果是老二干的，我第一个容不下他。可如果是老三想用此事来陷害老二，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。谁是谁非，就等高督军他们最后定夺吧。倩儿，送客。大哥，送客。妹妹，走吧。走了吗？走了。最近家里乱成了这个样子，我是真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要除了父亲，我不见任何人。知道了。高公子，请喝茶。谢谢。小姐来了。三夫人，请坐。吃过晚饭了吗？刚刚用过，请喝茶。谢谢。不知道高公子这么晚过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听说你今天各个屋子都跑了一趟，带着邓小姐。你是不是想让邓小姐参与这个案子？在芝山上，高公子与玉林也没有说过几句话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带他过来的？现在这光景，你跟我多说几句话，就把我绕到案子上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每天想的都是三少爷的事。你不是带着他来审案子的，难道还是带他逛街的啊？玉林在外洋留学的时候学过法律，我想让他参与审案。我有一个主意。这个案子是你公公委派给我爹和张主席他们私审的。邓小姐是你的人，就算你说她再公正，毕竟添了一个人，对二少爷也是不公平的。不如这样，让我爹给你推荐几个人吧。高公子好大的面子。可是我跟玉林情同姐妹，其他人就不必了。
回来了。没听见我叫你吗？父亲叫我。怎么你这出去一趟，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？是不是在外边给我惹什么麻烦，闯什么祸了？我能闯什么祸呀？还说没闯祸？看你这个六神无主的样子，说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看三少奶奶为三少的事奔走无助，想帮帮三少奶奶。结果，她一听我说找副帅推荐几个信得过的人，帮帮三少，就急了，一口回绝了我。幸好三少奶奶拒绝了你。你这脑子真是缺根弦儿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想想，我是奉大帅之命审这个案子，现在若我再托人插手，这大帅该如何作响？所以，这三少奶奶真是救了你这傻孩子一条命啊！这高公子吧，也是想帮助你。三儿刚才为何那样对他？他说的对。要是玉林参与进来，反而有碍公平。我不光会得罪二哥，还会得罪父亲、大哥、二嫂。高公子也是好心，却险些酿成大错，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。这要是公公知道了，还不撤他的职？我们想要高督军继续帮我，那就要保住他的位置。案子已经审到这儿了，不管宋副官是否跟二少有关，他本人确实往马耳朵里放了虫子，致使马惊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审。三少，我想问你，既然你们当时已经抓到了宋副官，为什么还要让他有机会自杀，而不是把他留作证人？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，杀我的人不仅仅是宋副官，还有另一个刺客。这个刺客见宋副官杀我不能，便马上进行了第二轮刺杀，还要灭宋副官的口。宋副官见自己被主子抛弃，了无生趣，自行了断。当时为什么不阻止他？整个抚远军都知道，宋副官是我二哥的心腹，也只有我二哥可以使得动宋副官。我怕把此人押回来之后，有人会借机认为我借这件事情想要陷害我二哥。我只是想把大事化小。我之前问过你，老宋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二哥，你要我怎么说？难道我要告诉你，宋副官死前说对不起二公子，他老宋无能，没能杀了我这个兔崽子吗？这么说，宋副官自杀也是为了保全两位公子之间的情分，保兄弟之情。那么现在，事情就更复杂了，直接弄了个死无对证。事已至此，咱们还要公平断案，万不可掺杂了个人感情。二公子，我想问你，你和宋副官又是什么关系？老宋是我亲卫队的副官。当年他重伤，军医不肯给他医治，是我亲自派人用枪顶着军医的脑袋给他做的手术。后来在战场上，老宋替我挡过子弹，救过我的命。我们俩算是过了命的兄弟。这么说，能使动宋副官的，也只有二公子。此话不假。老宋性子硬，谁的话都不听。这夫军上下，只有我能用得了他，恐怕连父亲都不行。
可是高督军，我为什么要杀老三？我杀老三的动机又何在？为了争夺权位。争夺权位。如今整个江左的兵权都在我易连慎的手里，谈何争夺？好吧，今天就先审到这儿。二位公子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这案子实在是审不清啊。这二公子和三公子，谁都说得头头是道，谁都有理。你说，这案子让我怎么审？大帅要真想审案，这案子审得清，也审不清啊。怎么讲？不管什么时代，只要继承权只有一个，继承权之争就无可避免在兄弟间发生。你说，大帅为何要我们处理家里的事务？为什么？二公子和三公子，这个案子就是个无头案，大帅会不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看高督军是陷入了这案子表面的假象中。我们就把这案子撇开，只看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大帅要我们审案这件事，如果这案子的真相不是目的，那他让我们审的目的是什么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就在势力分配，就看你高督军支持谁，谁就是真相。兰坡真是的，当初就说要把宋副官押回府院再审，可兰坡偏不听。要是他当时听的话，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案子了。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？就算没有现在这个案子，也还会有其他的案子。一山不容二虎，他们总是要找到一个方式来一决高下。兄弟争权，又在这种军阀世家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。你呀，就是心被魔怔了，一心惦念着你的三公子，所以才会绕不开高佩德的输赢执念。你的意思是，高佩德审的不是这个案子？老话说得好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其实，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高佩德他们在审，而是大帅。大帅审案，审的也不是案子，而是人。能明白吗？对呀。爹，您看谁来了？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这么晚了，三少奶奶来找高某，不会是来喝茶的吧？当然不是。秦桑这次过来，是想求高督军在这个案子上偏个心。哦，三少奶奶，你可知道大帅为什么要将他们兄弟之间的案子让我来审吗？因为高督军办案从不邀功请赏，踏踏实实。所以，若是错在三少，那我注定不能帮你赢这桩案子。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那你还让我在这案子中偏心？我来找您，不是求您让他赢的，而是求您让他输。什么？三少奶奶可知道，这件案子谁输谁就得死啊！我知道，高公子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兰坡他就会一直被关押下去，他是再也出不来了。那您这么做是不是也太欠考虑了？这可是决定三少爷生死的大事。迟则生变，就这样吧。
夫人，你要想清楚啊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事关三少的生死啊！就因如此，我才来找高督军，做个顺水人情。就算这个案子被认定兰坡所为，要一命偿一命，会由谁来做这个决定呢？当然是我的公公。除了他，谁还有胆量决定他的生死呢？可是大帅已经说了，输者必杀。实不相瞒，这也是我劝大帅这么做出的决定。二公子跟三公子都是人中俊杰，若是让输者还活着的话，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又会死在谁的手里啊？我求高督军去劝劝公公，留兰坡一命。至于你和高公子，我可以代兰坡发誓，今生今世只记得您的救命之恩。若有半点报复之心，我秦桑和易连凯都不得好死。夫人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只要判定三少爷有罪，那他在江左的前程可就都毁了。其他的人都不会容他，不是不能容，是不敢容啊！大帅会将他放逐，永不录用。三少爷是个胸有大志的人，若是让他过这种毫无盼头的日子，恐怕他会醉生梦死。到时候只怕三少爷他……怕什么呀？三少爷他经营商道，就算离开江左，也可以衣食无忧啊。你懂什么呀？三少爷在江左做什么都可以，那是因为他姓易。可是出了江左，他姓易，就是个祸害。我是易连凯的妻子，我有资格决定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葬送他前程和生命的人，也只能是我。经理，开门。是。高督军乃主审官，何必来看我一个阶下囚啊？这个案子我已经想好了最后的结果，还望二少日后多多关照啊。日后，高督军就不怕日后老三能翻了身？既然我已经有了选择，就绝对不会再给三少任何翻身的机会。还请少帅放心。我现在替兰坡做的这个决定，也不知道这次会赢，还是会输。你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输赢，而是他的生死。我记得当年你决定离家私奔的时候，你的眼中散发出那种被自由点亮的光彩，我就是被你那种自信给打败了。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首饰都拿出来给你做路费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就像是被人抽走了灵魂，只剩下躯壳。我看你是真的陷下去了，你爱上了易连凯，比谁都爱。自从那次开始，我就再也不敢拥有，因为那样就不会害怕失去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习惯拥有了他的嚣张、霸道、专横，甚至是孩子气，我都喜欢。我想让他依赖我，离不开我，
哪怕因为这个决定而憎恨我，我只愿意他真实、毫不掩饰地面对我。真好，我的桑儿终于摆脱你母亲对你的诅咒，开始坦诚地面对你的心。我现在要是飞蛾，也就是愿意为了他扑火了。你现在很勇敢，你敢为你自己心爱的人做决定，为他着想，哪怕是输，你也不后悔。以前的桑儿又回来了。我对他的爱已经根深蒂固，再也拔不出来了。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他，我怕他会死，害怕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要去见他，我现在就要去见他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嘛？我放心不下你，我想见你。对不起。怎么突然说对不起啊？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？我是受不了这样日复一日的等下去了。我们再赌一次，这一次赌的是你的命。秦桑，赌是一定有输赢的。可是我庆幸的是，我的生死在你手中。我怕你会因为我的任性妄为而死掉，我害怕的要命，怎么办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快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听话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只要有一线生机，就离开江左。我们离开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活着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为什么？坐。只有你离开这儿，我才能在江左大干一场。我是保证大帅不会杀你，可是二哥那边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还有，宋副官的那帮同僚们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父亲为凭中奴要杀我的话，你就去闵红玉那里，把我娘的纸锦带到我爹面前，烧掉。不要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你不要再扔下我一个人。如果父亲要软禁我的话，你还是要去闵红玉那里，把我娘的纸锦带走。我不想让她一个人留在那个宅子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我去求大哥，求二哥，求二嫂，我去求他们放过我们，让我们活着离开江左。别傻了，我只希望你能离开这里，去一个一家人都找不到的地方，那样我才放心。
你要做什么？算一笔账，我娘留下的账。你就不能放下吗？师父生前对我寄予厚望，我还未曾施展，仅此一搏，死而无憾。父亲，高佩德已经站在二弟这边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关押二弟和三弟的房间内，我都事先派人弄坏了他们的电灯。刚刚有人汇报说，高佩德今晚先派人修好了二弟房间的电灯。看来高佩德已经认定老二是我的继承人。三弟是不会为自己辩解的。你去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咱们动身去芝山。可是现在案件还没有最终定论，就这样离开，审判的结果就会落实。若真是判了抵命死罪，那三弟可就真的没命了。父亲，输者必死，这不过是我的一句口头承诺。我倒想看看，他们谁敢给老三治罪处刑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去为父亲准备人马。哎，这一次你陪我去。可是我这行动不便呢，父亲。江左是咱们易家的，你又哪里走不到？至于那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眼里面就看到那么一点点的地方。他们要闹，就由他们闹。我已经约了慕容晨和李重年一起去芝山，这天下布局也该有个决断。千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眼睛里进了点东西。这些事情，让下人们做就好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眼睛里进的什么呀？你的眼睛，可千万不能发炎了。那样的话，我就喝不到你给我煮的汤了。你又逗我。这么多年，你都没离开过福源，这次要去这么久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一个人去。可是要坐火车啊。别胡思乱想了，一路之上有很多的保镖和士兵的，别担心。你要不然带我一起去吧，让我能照顾你。那怎么行呢？现在一家需要我，同时也需要你，我们两个都不能退缩。人证、物证、当事人笔录，一应俱全，都在这儿。两位公子，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吗？好，宣吧。关于宋文强副官被杀一事，易连凯为逃脱罪责，嫁祸给易连胜，行为恶劣，手段卑鄙。现在我宣布，易连凯杀人罪名成立，易连胜无罪。等一下，
这个结果，我不认同。这是经过大家仔细认真调查、取证之后得出的结果。你已经无罪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叶连凯，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我认罪。你认个屁！你还没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宋副官？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难道你怀疑我们的调查取证吗？我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缘由。二少爷，你也不必这般生气。这么多年，三少爷忙于应酬与交际，对部队里的事一概不知，所以才会贸然做出这种事。事情的结果我们会汇报给大帅，最终惩治手段也会由大帅。不可以承包大帅，因为事情缘由，我还要继续追查。当初认定我杀人的是二哥，现在我认罪了，不满意的还是二哥。二哥，你给弟弟一条活路吧。虽然你嘴上认了罪，但我知道，你心里一定不服，而我，就必须让你心服口服。该认的罪，认了；该还的债，也得还。二哥，我之所以认罪，是不想让叔伯们看到你我兄弟二人相争。可是没想到我二哥的定力还是那么差。老三，你知不知道你认罪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二哥，这罪我认定了。都散了吧。幻彩生辉啊！潘先生，你对织锦也有研究吗？不敢谈研究，只是这织锦的手法，远看画意不凡，近看更秀逸绝妙。织锦的人把西洋油画的色彩和力道融进了中国编织，这种手法费神费时，最关键的是，一直心静如水，才能指尖有灵。虽然看起来不过是一幅普通的织锦，潘先生却能字字珠玑。也不知道三少爷在被告席上有没有这样的口才。闵小姐真是通天了，上午刚宣布三公子有罪，您下午就收到了消息。我和三少爷心意相通，不管他在什么地方，他只要受到半点委屈，我都能感同身受。恕潘某愚钝，请闵小姐指点。潘先生，你是不是要转投阵营？这件事，就算是汇报给大帅，也是一样让他痛心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能怎么样？他就仗着自己是大帅的小儿子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今天是宋副官让他不高兴，杀掉；明天是李副官让他不顺眼，是不是也得杀掉？被定了罪，还耍无赖，哼！还好，他这种喜怒无常、深沉狠毒的个性，发现的早。大帅处理的及时，如果不是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很危险呢。二少爷一直身在军中，对部下有特殊感情。这次他这么生气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三少爷一直留恋在风月场所，一向任性骄纵。这次一失手，铸下大错，无可救药了。你们看看，啊，
他还一副厚颜无耻、无所顾忌的模样。行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这桩案子中间有什么玄机，你们俩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又何必在这儿唇枪舌战的吵这些没用的东西？大帅是不愿意看见他这2个亲生儿子兄弟相残，所以才请咱们出来坐镇。如今这案子审成这样，后果是什么，也不是咱们3个能说了算的。高督军，大帅怎么说？如何处置3少？大帅昨天晚上已经动身去了芝山，他说接下来的事情交给高督军全权定夺。什么呀？这个时候去芝山？现在我们只有找大少爷做最后的定夺了。哦，大少爷也随老爷一起去了芝山。